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行，下午好。特别感谢构力科技公司，能组织这一次智能设计软件的，技术交流和发布会。我和同事们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智能设计技术在行业内的最新进展，也非常期待能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运用到 PKPMA 的软件。提高我们设计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下面呢，因为在前期，在我们一些试用过程中我们得到这个算法的研发人员很专业的技术指导，让我们对 A 的软件呢有一个初步的试用体验。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各位专家同行去汇报一下我们的试用的体会。我们的汇报内容呢，主要有3个部分。第一呢，是对 PKPMA 的软件的初步认识。第二呢，是我们工作场景中运用算法的流程和算法计算结果的一些情况介绍。第三呢，是总结和分享我们的使用体验。先谈一谈呢，我们对 PKPMA 的软件的初步认识。首先，我们觉得算法软件，应用呢与结构专业设计结合的紧密，使用体验好。我们就是虽然经常听到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内领域内发展快速，但是我们真正应用到实践的其实很少啊。这次 PKPMA 的软件呢，利用依托了 PKM 软件的平台，把智能化算法融入到常规的设计计算流程中，给我们确实带来一种新鲜但又很熟悉的这种工作体验。第二呢，就是算法的逻辑和我们结构思路一致，使用效率高。比如说，算法在自动进行参数调整的过程中，也考虑到受其他的设计目标制约，比如说，不能随意的调整，要尽可能做到结构的材料用量最省。再比如说，在这个接面优化过程中，啊，它可调整的这个参数，像最大量高、主次量高，还有控制配均率等，都是我们在设计工程中经常被限制的设计参数，很符合我们这个结构专业的一个工作习惯。第二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工作场景的这个算法应用情况。第一个呢场景呢是这个设计生产啊，在自动调整计算模型比如说某一项工作已经完成了方案审批，因为呢项目比较简单直接进入了施工图设计阶段，所以我们第一步呢是建立了标准层原始模型。我们是呢按照先计算承载力，再计算指标的这种正向设计思路，所以说呢分2步先运行这个强度算法相关的模块，再运行呢指标算法相关的模块来完成整个的调参过程。为了节省时间吧，我们所有的5层以上的标准柱和梁都采用了最小的一个统一界面。对这个标准的这个体系模型进行试算以后呢，结果不出预料，在构建强度和整体刚度方面呢，都不满足规范要求，扭转效应呢也不满足规范要求。所以呢，第2步就是为了满足强度要求，我们先利用智能接面优选模块进行自动调整构建接面的试算。因为我们是从由小往大迭代计算来确保结构的安全性所以在这里我们定义了仅调整超线的构建。
另外呢，还要提醒呢，就是虽然在迭代示意题池中啊，它显示的界面优化内容，但是实际上这个界面功能呢，它不局限于界面优化啊，它也包括界面增大啊，一直到满足强度要求为止啊。所以经过第二步界面算法的试算呢，5层以上的标准值的构建强度啊，已经满足规范要求了。而且呢，因为这个项目的体型简单，模型的整体刚度也满足规范要求啊。从这个迭代过程的曲线看啊，算法是通过逐步增大构建的材料用量来满足强度要求。也符合我们正向设计的一个思路，很容易理解。因为本项目的这个模型啊，扭转还略不满足要求，所以为了精益求精吧，我们也运用了第二个模块啊，进行了第三步，用这个高级指标控制模块啊，进行自动调整整体指标的试算。因为要解决扭转位移比操性的问题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呢挑选了平面周边的框架柱啊，作为一个主要的调参对象啊。另外呢，因为模型的承载力和指标刚度比较好调整，因此啊，我们在指定期望程序啊，将这个在算法的这个运算过程中，将位移比由1.25减小到1.2的前提下，要满足我们结构总质量最小的这么一个设计目标。好，经过第三步的这个试算通过这个迭代曲线啊，能观察到算法在这个柱接面和梁接面的两个变量中分析出柱接面的尺寸是主要影响因参数并且通过增大柱接面变化幅度的设计方法来加速收敛，达到指标要求可以从这个列表里看到柱子的接面是从1变化到了1.44倍，梁的接面呢从1变化到了1.16倍梁的增大的幅度没有柱子大。这种调参的方式应该说造价呢影响相对较小，和我们设计师调参的思路也是一致的。最后呢，我们对不同的计算方法结果做了一个对比原始模型应该说在各项设计结果中就都不满足规范要求。那么通过自动算法，第一步调整界面的强度，第二步调整总的指标来达到了既满足规范要求又相对经济的这么一个目的第三个呢是我们手动调整模型的一个结果对比可以看到自动计算的结果呢总质量偏小，那么规则性呢反而更好了。所以说，经过这次算法试用我们总的感觉按正向设计思路，它节省了大量的手动调模工作一个最直观的体会就是硬盘里不需要存放反复好几个计算模型自己去对比去分析了。第二个场景2呢，就是也是我们会经常遇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设计研发的一个任务。在奥雅纳的一次教学课里面这个老师曾经提到，智能算法可以在限定时间内做多方案比选但是时间因素吧没有对这个全计算过程开展说明。但是这个总的流程看就是从这个未调整的初始模型，经过算法的优化设计一直到达到一个最优的比较的结果所以我们呢就是也从这个软件的二次开发接口功能的角度来探讨在方案比选的过程中如何
利用算法提高效率啊，如何去缩短这个限定时间。那么还是我们有一个经常遇到的工作要求啊，就是针对某工业地块开展这个产品研发工作。我们结构专业的研发任务呢，是研究不同的设计柱距啊对混凝土和钢筋材料单方用量的影响。第一步，我们还是先定义一下设计参数啊，在这里把 Y 项开间的距离呢，定义了6米、9米和12米这3个不同的用于比较的这个参数，其他的像层高、层数啊、荷载啊都保持不变。定义了参数以后呢，第二步呢，就是通过第三方的，比如说参数化的设计软件编辑，或者直接呢用脚本编辑完成自动批量建模，来节省时间。这里呢，还是想额外说一下就是由于设计产品类型的多样性特点，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的快速发展前景，我们觉得采用直接脚本编辑，就是不借助第三方参数化软件，可能也是会更简单的一个建模方法。这里呢，我借用了清华大学陆新增课题组他们公众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就是普通的设计师只需要一点点的编程知识就能利用软件在不到1分钟之内完成一个立方体的一个代码的编辑工作就是如果到我们具体的工程行业就比如说像一个超高层的框统结构，也是非常容易的，就是用代码编写出一个统体啊，所以这是我们对建模方法的一个思考。第三呢，就是通过建模和计算方案比选的这个结果呢如下可以看出在经过这个算法分析的结果在柱距9米的时候，混凝土的单方用量最少，柱距12米的时候呢是最高。这个因为这个模型比较简单符合我们这个常规的对这个结构柱距的一个认识，所以说我们觉得经过算法计算以后，它结构模型体现出的这个材料用量的变化趋势是正确的，而且能满足快速完成方案比选的工作要求。将来如果 PKPM 的2K 接口能开放，那么一键完成标准化设计产品的建模和调探工作是会成为一个现实。第三呢，就说一下我们的应用体验。总结有4点吧。从计算结果看，算法呢能做到安全和经济；从计算过程看呢，算法能做到这个相对高效和实用。从安全比如说这个 PKMA 的软件已经目前能提供了主要的参数约束条件了，而且在这些约束条件的限定下，能自动计算出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的模型。那么在调参的过程中呢，PKMA 的软件呢能发现其作用的主要的构件，来针对性的调整界面引起的造价增加的代价呢应该是最小。那么由于计算模型的复杂度和设计师的经验存在差异，就很难定量的去说这个提升效率的效果。但是呢，我们总体感觉PKPMA 的软件呢提升工作效率的效果是很明显。第四呢，就是感觉算法逻辑与我们的这个结构设计的思路一致，软件呢也融合在了 PKPM 平台里面，设计体验比较好。将来呢应该能成为我们结构工程师常用的软件工具之一。
最后还是感谢购力科技与奥雅纳的精心组织吧，谢谢大家。